我和堂哥合伙养稻田虾的第3年，终于从荒田薄收做到稻肥虾壮，利润高达300万。分账那天，原本定好的55，他叼着烟，轻飘飘甩出3万块在桌子上，对我笑道：“分你3万不少了，良田是我包下的，虾是我喂的，赚钱全靠虾。你种的那点水稻都不用打理就能活。你本人更不过是田间帮我赶赶鸟，村口大爷一天80都能做的活，我的虾费让你的水稻长得更好，这都没算你份钱呢。”我没争辩，转头在隔壁村包下一块废田，亲自改造，每日躬身田间，不断测试水质，为虾提供稳定的水庭生态。他包下附近村所有良田，投苗喂料后，就请了个大爷赶鸟，坐等卖虾数钱。罕见的高温一到，他田里的虾全死了，病害频发。他连夜请专家来看，专家却皱眉反问：水质怎么这么烂？田底怎么没养护？晒田控水的平衡你怎么没调控？他哑口无言，束手无策，被所有村的人堵着骂。他急急忙忙打来电话，语气慌乱又急躁：“我明明这么好的田，为什么虾大批出问题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”我蹲在田埂边，望着我新田里成片的稻禾，看着稻底里肥美的大虾缓缓游动，冷笑回复：“你说的，我什么都没干啊，就是赶赶鸟而已。”和堂哥包下眼前这片稻田3年了，今年总算是弄了个大丰收。就在我拿着仪器检测下一季虾的水质条件时，堂哥开着新买的奔驰车停在我面前，门打开，西装笔挺的他下车，从车的副驾驶拿出3万块递给我：“小顾，咱俩合伙稻田虾的利润出来了，这是你的。”那薄薄的3万块令我怔住。3年前，我们合资整这片当初还是荒地的耕田时，明明说好的是55，我种稻、管控水质、开养虾，保证利益。前2年他的虾亏本，卖不出价，我的水稻长得不错，每年都能卖个1万块，但我1分都没要，全给他去买下一轮的虾苗。他抱着我的腿哭诉，说等发达了，一定不会亏待我。可如今虾卖了300多万的利润，他却只分给我3万。小顾，你也别嫌少，田是我找的，虾苗是我投喂的，是我田很好，才让你的水稻随便长长都能成。更别说你整日蹲在田埂，就是帮我赶赶鸟。这工作我随便找个大爷都能干吧？我不自觉地攥紧手心，面无表情地盯着他。堂哥，今年我妈要做个手术，要20万。小芳和我谈了3年，他妈一直催我上门提亲，我缺钱结婚。当初我从农业大学毕业，带了3万块存款就跟你干，说好的我们55分。没等我说完，堂哥不耐烦地皱眉：“小顾，做人不要太贪心，你那赶鸟的工作换成村口大爷，一天就80，一个季度4个月，我换别人来，其实我的成本1万块都不用，但我给了你3万，你也不想想。”没我虾粪给你水稻做生态肥，你水稻能长得好，每年能卖上1万吗？我没吭声，而是看着手上那3万块出神。这是我这3年来勤勤恳恳1000多个日夜，被晒伤、被暴雨淋，也要咬牙坚持研究的生态稻。可最终换来的利润只有3万块，不够我妈看病，不够我给心上人一个交代。堂哥拍了拍我肩，又说：“婶婶的病只是慢性病，又死不了，你总不能拿病要挟我，我就多给分红吧。这样，我个人先借你7万块，下半年我要包很多地，你继续帮我种水稻。”工钱就从这7万扣，水稻的钱你自个收着，我不要。我明明是他的合伙人，是研究生态稻改造这片稻田、管理水质的功臣，在他的嘴里却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、打杂工的学徒。明明我生态稻提供的水质环境才是一切，他却只看得见虾的利益。好，7万块，算我借你的。见我终于点头同意，堂哥眼里露出一抹窃喜，从车上找出7万，比着眼神递给我。小顾，这钱可别乱花，带婶婶去看看病，给小芳买套衣服。秋季虾的工作，堂哥不给别人，还让你来干。堂哥在酒楼订了明天的包间庆功，你到时候记得来。我一句话都没说，转身离开。堂哥诧异地望着我背影，冷冷一笑，开车离去。转头，我推开隔壁村的李村长办公室的大门，将10万块推到村长面前。李村长，我要包块田。李村长看着桌上的10万块愣住了，带着艳羡的目光说道：“小姑啊，你和你堂哥包田养虾赚了300万的事，我们村都传疯了。你堂哥给你分了不少吧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平静地说出那个数字，分了我3万块。李村长愣住了，声音不自觉拔高：“3万块？可我听说他赚了300万，你们不是说好55？”村长，我打断村长的话，指了指桌上的10万。我想包块田。李村长看着那10万，恨铁不成钢地说道：“小姑，你农业大学毕业是有真技术在身的，他这么对你，怎么还跟着他干？”当初大学毕业，本有公司高薪聘请我做农业技术专家，是堂哥一通电话，希望我帮家乡致富，一起养虾赚钱。我信了他，放弃了优渥的生活，回到家乡研究当地土质，埋头苦干3年，终于研究出能调控水质的生态稻，让虾大丰收。结果他却只分了我3万。我抬起头纠正道：“这次是我个人承包。”李村长欣慰拍了拍我，但脸色却露出一抹为难。小姑，有志气是好，但现在已经太晚了。不光是我们村，别的村见你堂哥赚了钱，全都已经准备把田包给他，已经没有良田包给你了。我指了指村长身后土地规划图上的一处荒地。没事儿，我要的是那块地。李村长拿起眼镜仔细一瞧，顿时大惊：“小姑，那可是片荒地，庄稼种那都颗粒无收，怎么能养虾呢？”那片地我很早就勘测过，土质肥沃，只是附近的水质污染严重。但恰好我种植的生态稻是净化调控水质的天然帮手。我就要那块地。小姑啊，你别意气用事，你要是还想养虾，你和你堂哥说说，要他分你块良田。以你的技术，丰收是迟早的。见我没吭声，李村长默默收下了钱，只在我临走时叹了口气说道：“
如果收成不好，我们村也是1分钱都不会退你的。走出村长办公室，我径直来到荒地，面前的土地夹着废料垃圾，坑洼里的臭水冒着绿光，但我的判断没错，一旁的野草却长得翠绿高大。经过我的改造，这将是一片伟大的致富田。母亲打来电话让我回家吃饭，女友小芳见我回来，温柔接过我的外套。饭桌上，父母和女友都喜气洋洋地讨论着。听说小顾和他堂哥的稻田虾赚大了，听他们说利润不下1000万。是啊，赚不少呢。小顾，利润是不是这么多？我扒了一口饭，平静道：妈，都是瞎说，只有300多万。他们眼里喜悦更甚。300万还不够啊！按照55分到咱家小顾手上，那不得有100多万？天啊，我那折磨人的病终于能断根了，每天晚上可疼死我了。你那病是小，更重要是能给小芳一个交代了。人姑娘跟了我们儿子这么多年，任劳任怨的。阿姨、叔叔，其实不是我妈催，我仍然能等小顾的。小芳虽然这样说，但惊喜的眼神却落在我的脸上。我扒完饭，将碗放在桌上，碗和木桌发生碰撞产生的声响，让屋内瞬间安静。在他们的注视下，我缓缓开口：妈、爸、小芳，分红没有那么多。他们对视一眼，迟疑地问道：那是有多少啊？3万。3万！听到这个数字，我妈眼里不可置信，我爸嘴都气歪，小芳更是攥紧了衣袖。他们愤愤不平，气到眼泪都出来了。小顾，你是名牌大学毕业，出力最多的也是你。说好的55分，300多万啊！什么道理只分你3万？我平静地说道：人家说田是他的，虾是他的，我就是赶赶鸟，不让鸟吃虾而已。我的水稻还沾了他虾粪的光，才卖了这么多钱，真是太过分了，这简直就是欺负人。一番吵闹后，父亲抽着烟问我：那下半年怎么办？还跟着堂哥做吗？3年的辛苦归零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要整治一块谁都认为不可能的废铁。我模棱两可说道：到时再说。转身，我推门回了自己的卧室。小芳跟了进来，坐在床边哭泣道：小顾，你今年又没钱，年底你怎么去我家提亲？当初你放弃城市高薪说要造福家乡，我义无反顾陪你下了乡。这3年我还没过门就住你家，别人都说我恨嫁，我妈嘲讽我只会吃苦。眼看今年赚了钱，我以为你能风风光光娶我，结果你告诉我分红只有3万块，我们去哪儿挣不到3万块？用得着和你堂哥合伙吗？我抱着小芳气到发抖的身体，手不自觉攥紧。小芳，你信我，今年我一定风风光光去你家提亲。小芳摇了摇头，咬着唇，脸色坚定对我说：我不是不信你，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只是想在我妈面前争口气，告诉她我选的男人没错。小芳说着，从衣柜里翻找出一个存折，这是我这些年攒的钱，里面有5万块，如果过年还是没钱，就用这钱娶了我，带着结婚证去和我妈提亲。看着小芳红着眼，神色暗淡站在那，我接过那5万块时，心在发颤。那一晚，母亲平日的痛哼都忍，没让我听着，我压力倍增，整晚睡得不安稳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我就开始对荒地进行改，试着调配清洁水质的事迹，同时开垦土地。中途接到了堂哥的电话，他在电话里吩咐道：小顾拿了我3万块钱，怎么没孝敬父母呢？你拿钱干什么去了？见我没说话，他没在意的继续说道：算了，今晚的饭局你记得来，我请了周边所有的村民，到时候你和他们说你的分红有50万。我平静的反问：为什么？你傻啊，说高点，人家才会割让更多的田给我们包啊。你不想结婚了啊？不想给婶婶治病了？没地，你怎么种上更多的水稻呢？原来他也知道分红3万块很少。知道了，我会去的。堂哥哈哈大笑，挂断电话，却不知我同意前往，不是帮他宣扬战绩，而是当面通知他我们散伙。清理完杂志后，我取了一点水的样本，将数据发给我大学导师。我提心吊胆地等着回复，成与不成，就看数据能否合格了。晚上，我们一家人换衣服，准备前往堂哥的宴会厅。我望着衣柜里的4件衣服，走了神。每一件上面都还挂着3年辛苦劳作留下的脏泥，洗都洗不去。如今要在众人面前出席，我连一件干净点的像样衣服都找不到。转头，女友身上的短袖也发了白，皱巴巴的。原本精致美丽的城里姑娘，这3年跟着我变成了一个村姑。宴会上，无数人跟堂哥推杯交错，恭维他有本事，求他包下他们的凉亭。我的大伯，堂哥的父亲喝多红了脸，拿手指指着我说道：小顾，你要好好跟你堂哥干，你踏实肯干，就是脑子不太活壮。能拿到那3万分红，是因为你堂哥的点子好，包的田好，不然就凭你种的这点水稻，能卖得出钱吗？光是肥料钱就亏没了。说完，我又数了我的父母，说我读书多有什么用，不如堂哥一个季度赚300万。父母和女友始终沉默，一直低着头。差不多时机，堂哥和我嬉笑使眼色，让我站起来说出分红。手机突然收到导师的回复：小顾，这片地已经恢复了比良田还厉害的肥力，达到了国家级耕地的标准。心中最后一根针落定，众目睽睽下，我起身冷笑：大伯说的对，利润300万，我分红3万，真是多亏了堂哥。3万块，他堂哥赚了几百万，怎么就分了3万块？我们这还能将田让给他吗？就是啊，
明明是2人合伙，怎么才分3万块？这也太不厚道了！堂哥的脸都气红了，明明刚刚已经谈好不少的合同，现在立马又很多人跑上前反悔。我的田让你们做了瞎田，要是没分成，我下半年得饿死。我不签了。我也不签了，到时候你赚再多，就给我几百块怎么办？堂哥在我耳边咬牙切齿道：“古天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淡淡开口：“实话实说啊，难道堂哥你给我分红不是3万，是100万？”大伯怒拍桌子：“小姑，你对这3万分红是有不满吗？”说着，他指着面前的小龙虾和米饭。今天桌上的虾和米饭就是从小顾和他堂哥合伙的田里出来的，虾肉大家都吃到了，香甜美味，外面卖几百块一斤，而米饭也不过是比寻常好吃一点，就卖10块一斤。小顾的工作就在田埂上赶赶鸟，不让鸟吃虾而已。难道我们真的要5分吗？众人露出恍然大悟，一脸鄙夷看着我。原来就是看虾的呀，那分3万确实是很正常。是啊，虾这么赚钱，可水稻不值钱啊。水稻谁都会种，虾还需要好技术，5分确实不公平。一句看虾的就抹平我3年管控水质的所有努力。大伯冷笑，又接着说：“就这点事儿，我儿子都给他发了3万块，你们扪心自问，种那么多水稻，你们1年能挣上3万块吗？”堂哥把胸膛挺起来了，说道：“大伙儿放心，签给我的田你们自己种水稻，利益你们自己拿，只用帮我的虾赶赶鸟。每一户每年我固定2万打你们的卡上。”众人一听眼神亮了，又重新开始签字画押。晚饭结束，我和父母女友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氛围十分沉默。直到快走到家门口，父亲突然开口问道：“今天你这一闹，可就翻了脸。儿子，你是想好下半年准备做什么了吗？”我抿了抿嘴，还没出声，父亲就摆手说道：“好了，你从小就有想法，头脑这么灵活，你想做什么不让我们知道，无非不是不想让我们担心。爸爸在这儿只说一句话，放手去做，遇到问题爸能帮你，尽全力帮你。”母亲也温柔开口：“妈的病不急，一时半分死不了。”小芳也是小声对我说道：“5万块你用就用，我只是没过门，不代表我就不是你媳妇儿。没钱我也会嫁给你。”我感动到眼里流出泪，和家人紧紧抱在一起。我没回家，而是去我的荒田继续忙作。堂哥又打来电话：“小顾，我新田的种稻工作可不是我这个做堂哥的不给你，是你自己作没了。但我念及旧情，还包下几块荒地需要开垦，那几块地的水稻就交给你种了。只要做得好，年底分红绝对不止3万。”我没吭声。堂哥在电话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你听见没有？别错过了接下来播种的时候。”我站定，认真回复：“不用了，播种你去找帮你赶鸟的大爷，我要自己单干。”单干？电话里传来堂哥惊疑的声音，随后他大笑，仿佛在笑我不知天高地厚。“小顾，不是堂哥说你，人也要有自知之明。堂哥，我摸索养虾很久了，这次大获成功，是我厚积薄发。怎么你总觉得是你的水稻帮了大忙，张口就要分走我100多万？养虾没那么简单，收起你的臭脾气，好好跟着堂哥干，明天我在田里等你。”堂哥自信满满挂断电话，仿佛料定我会出现在他面前，像以往一样给他开荒，为他种稻，料理水质。但这一次，我每天早出晚归，只在自己的荒地折腾。他的电话我始终拒接。在我的辛苦劳作下，荒地逐渐变成完美的田地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样貌。我开始灌田播种，可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一道鸣笛声。我转身发现，堂哥的奔驰停在一边，人下车站在田埂上，对我刚刚开垦的一切阴阳怪气道：“我了个天！你所谓的单干，就是包了这么一片荒地啊！你这送我都不要，我都怕你种的水稻和虾吃了死人啊！”我没吭声，只是继续播种。不过你也包不到田啊，人家只认我，你只能包这么一个荒田。小顾，堂哥今天可是够意思了，亲自来请你，可以回去给堂哥的地播种了吧？怎么不说话？你难道还真想在这荒地种活水稻不成？说好听点儿，这是荒地；说不好听的，这就是垃圾场。我直起身，平视他。3年前，咱俩第一次开荒的土地，那也是块垃圾场。堂哥愣住，脸色突然难看。也就是那片垃圾场，帮你赚了300万。顾天，你想说什么？我只想说，地是垃圾场还是良田，得看在谁的手中。你还是在意那3万？在意，我凭什么不在意？堂哥咬牙切齿，踢翻脚边的石子木盒。要不是我，你连这3万都赚不到，你跟我翻脸！我冷冷看他一眼，继续劳作。堂哥怒气转身离开，临走时恶狠狠道：“看你能在这荒地上翻出什么花！
我等你连我7万都还不上来求我那天。堂哥不欢而走，走后还散播我眼红他虾的收益，自己包荒地，异想天开单干的消息，这导致经常会有村民跑来我田地看笑话，取笑我在垃圾场上种水稻。那天回家推开门，却发现父母一脸严肃担忧的坐在椅子上，女友抿嘴不安的看着我。我心里明白，包下废田的消息让他们知道了。父亲抽了一口烟，说道：“包下那块荒地花了多少？”我如实回答10万。听到这个数字，他们的心一紧，母亲忍不住担忧地说：“儿，那就是片垃圾场，怎么能种东西呢？”小芳也低着头小声说道：“小顾，你要是被气昏头了，可以和我们说，我们可以包别的田，我也可以下田去帮你。”只有父亲沉默后，与我对视良久，开口问道：“几分把握？”我认真回答10分。父亲顿时一拍桌子：“不要说了，相信小顾，他从没让我们失望。”说着，父亲还拿出用红布包裹的钱：“这是我本来留给你的娶媳妇钱，但爸没大本事，劳碌一辈子，就还剩这么点儿，5万块，你先拿去用。最近天气不对，你要做预防。”那天晚上抱着沉甸甸的5万块，我难得睡了个好觉。一场雨过后，我田里的生态稻长出了嫩芽，绿色的嫩芽像是无形的巴掌，扇在哪些说闲言碎语的人身上，让他们全都闭上了嘴。堂哥闻讯还特意跑到我田里看了一番，当他看见那些可爱的嫩芽，脸色变得极度难看。然后我就收到了一个消息，堂哥秘密放话，他的秋季虾降价，让收虾商不收我的。我没搭理，只是给导师发去消息。导师回复：销路不用担心，让我静待虾稻成熟，并说我的生态稻引起了国内上市农业公司的关注，他们会在虾稻成熟时候上门考察我的专利生态稻。接下来1个多月，天气越来越热，全是大晴天，一滴雨都见不到。我紧急加深虾的水位，增加水泵，为虾增氧。而堂哥的田里却只请了个赶鸟的大爷，他觉得天热就给稻田疯狂灌水，已经有小范围的水稻的根系发黑发烂，叶片发黄，等水稻的遮阴效果消失，所有田的虾都会被晒死。而从前这是我监管时会默默帮他做好的事情，但如今我只是抚摸着我自己田里日夜长高的稻米，冷眼看着他的田走向灭亡。堂哥对这一切全然无知，每天不是醉生梦死，就是忙着联系收购商，做着今年利润突破1000万的美梦。变故发生在天气持续干燥多天后，堂哥的某一处田的田埂突然断裂，大量的虾像是找到了活路，纷纷逃窜，而我就站在一边看着那些虾逃得无影无踪。等到晚上，堂哥一脸阴沉看着那空无一虾的稻田，转身对我发了脾气：你为什么不帮我堵住缺口？我的语气很淡漠。因为你不让。堂哥愣住，下意识反问：我不让？我怎么不让了？我直视他，缓缓说道：你说的我就是个赶鸟的，你不会。堂哥气坏了，把自己手机都一把摔田里，对我怒吼：姓顾的，你他妈就是存心的是吧？你就嫌我分的少，可你也不睁眼看看你做了多少事儿。今天我是看明白了，我这田能出问题，我怀疑就是你人为破坏。那你可以报警告我损坏你的财产。你别以为你种出点东西你就神气了，老子只是损失了几亩，可老子至少还有成千上万亩，到时候我的虾一上市，挤得你卖都卖不出去，还钱，我到时候看你拿什么还。堂哥愤恨丢下这一句话，宣告与我的决裂。但我与他的决裂，早从他分给我3万开始就已经被我宣告。往后的天气越来越古怪，天发白发灰不透蓝，父亲额头冒着冷汗，经验老道告诉我，大旱来了。父亲说出这句话像是某种信号，稻田虾塘全面中招，田面发白，裂缝纵横，虾边游边趴，壳色发红，蜕壳艰难，水稻的叶子焦黄，出现早衰症状。要是我小心翼翼呵护的良田都有小范围的中招，更不用说堂哥肆意生长的田开始大面积的出现问题。他听了镇上卖药的话，增设了大量的增氧机，采取了种种措施，每一样都耗费大量钱财。他看着我建了个茅屋在塘边，冷笑出声：这是天在帮我，我看你没钱怎么救田，还跟我横，记得我的7万块。我不理他，只是拿着仪器，隔1个小时就做一次测量，精准调节生态环境，平衡虾稻共生的水体环境，引入河道深层冷水为虾群降温。父亲连续几天愁眉不展，突然有一天抱着一台增氧机来到我的田埂。小顾，爸托人情借来增氧的，多一台，多点存活的希望。我对比着田里越来越稳定的数据，心里非常清楚，不管接下来怎么旱，我的田都算熬过去了。毕竟我研究出来的生态稻生存能力本就比他们别的水稻强。我笑着对父亲说：爸，你别担心，别看田面死气沉沉，其实他们好得很。父亲依旧忧心忡忡，在我的旁边开始给我打下手。偶尔女友会来给我送饭，什么都不问，只给我换洗衣服，让我注意身体。接下来大旱持续没多久，天空突然阴沉，
狂风卷着乌云吹到田的上，所有人欢呼，他们度过了旱灾。但唯有我知道，下雨气压低，虾会更缺氧，制氧机非但不能停，还要继续增多。我挖开田埂，保证水流排出，不让雨水蓄成积水，让水稻根系全部坏死。这是从前我在堂哥的田里经常做的事情，但如今我只管我的田地，任由堂哥冷笑的撤设备。他见我还傻傻的继续增加，出言嘲讽：傻子哭熬，居然都能熬过旱灾。酝酿多日的雨在轰隆的雷声中降下，与此伴随的是整个村都能听见的堂哥嚣张的笑。他故意开着免提在村里到处游走，好让我们大家听见收虾商给他出的价格是多么的高傲。但在雨停后，这道傲慢声音像是被什么掐住了脖子，突然戛然而止。紧接着，他几乎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一句话：我的虾怎么都死了？堂哥不可置信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站在他的身边。他的稻田里水稻根茎全部被泡烂，发黑发臭，只有一小部分因为地势高尚且苟存，但虾全部翻了肚，飘在水面，风吹过，一阵腥臭。堂哥转头看向我的田，每一株水稻的生命力都是那么强劲，它们笔直地立在太阳下，昂扬地向上生长。底下虾肆意地扒着淤泥，是在玩耍。曾经的废田成为了眼下唯一存活的虾田，这一幕让所有村民都惊掉了下巴，纷纷对我艳羡问道：小顾，这是那片垃圾场？天啊，我从来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的水稻。你们看那虾，这才几月份，那个头比他堂哥卖的成熟虾都大上一圈。他们不可置信，唯有堂哥脸色难看至极。他转头去找了农业专家，想对为数不多熬过来的那几块虾田进行补救，但专家只是站在田埂上摸了一把田底，整个人眉头瞬间皱紧。水质怎么这么烂？田底也没养护，晒田控水的平衡你都没调控。你这稻田虾养的和门外汉有什么区别？过不了几天，这片虾也要死，救不了。村民一听这话，顿时将满脸惨白的堂哥围住。我水稻种的好好的，是你非要让我放你的龙虾。现在好了，我今年的收成没了，你得赔我。就是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，要不就赔钱。堂哥哑口无言，匆忙而逃。直到深夜，他急急忙忙打来电话，语气焦躁又急促。我明明是那么好的田，还花那么多钱护虾，为什么虾还是会大批量出问题？你的凭什么都没事儿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蹲在田埂上，天上的月倒映在我田间清澈的水面，笑道：什么都没做啊，和你说的一样，我就每天赶赶鸟而已。电话里传来一阵杂音，听上去像是堂哥摔了电话。我的虾田长势良好，收虾的听了风声，每天都在我的田埂上和我套近乎，说今年一定要留多少斤给他，给出的价格比给堂哥的还高出1倍有。恰好当时堂哥路过，脸色瞬间铁青，匆匆离开。附近村的村民以前来到我的田埂是讥讽，是不屑，而如今过来是赞叹，是不可置信。他们开始求我，说我一定是有大本事的人，能改造这样的废田，希望我能救活他们濒死的水稻，保住收成。架不住人多，一个接一个的说好话。特别是李村长语重心长地劝导我是知识分子，让我大度，不要和农民百姓一般见识。我点点头，便宜收费，上门看病，对能采取补救的稻苗迅速进行补救，不能补救的稻苗迅速铲除，教他们改造土质，播种时节合适的经济农作物。没多久，大部分田里又长满了农作物，风吹过，带着丰收的香甜喜悦，村民都恢复了往日的笑容，将我视为座上宾，对我越发客气。当他们成群结队自发到我家道谢时，我爸愣在原地，我妈呆呆看着，小芳则是不可置信，他们全都傻傻看着眼前所有村民对我近乎崇拜式的感恩戴。父亲哑着声音出声问我：小顾，你这是做了什么？哎，没等我开口，李村长笑着说：老顾啊，你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，那些受灾的苗都被你儿子妙手回春，全部救回来了。你是不知道我们有多感谢他，这放在以前一定评个功。我爸深吸一口气，认真看了我2眼，眼里露出欣慰。母亲满脸惊喜，小芳眼底则是露出一抹意外和自豪。众人散去，当天我爸和我多喝了2杯。做得好，比你爸我这个泥腿子强多了。爸，您别这样说，您这一辈子也伟大。晚上，小芳在我怀里闷闷问道：虾是不是长得很好？今年可以回我家提亲吗？我重重地亲吻她的额头。一定能。很快没多久，附近所有受灾的田都得到了修缮，唯有堂哥的田散发着刺鼻的腥臭。村民走过，不是骂骂咧咧，就是张嘴痛骂，说他坑钱。接到大伯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记录水温。电话里的大伯没有之前那般傲慢，而是语气迟疑，支支吾吾才说明来意。小顾啊，我听说你能救田。没等大伯说完，我就淡淡回复：大伯，我不会，我都是跟堂哥干得好。你们也说了啊，我每天就只会赶赶鸟，做点大爷都能干的活。不是，小顾，大伯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堂哥和别人签了大合同，我们秋收前要交好多虾出去，不然房子车子都要赔光，都补不上。
如今虾死了一大片，你看这……我再次出声打断。大伯，堂哥一个季度能赚300万，这么有本事，我就多读了点书，只分了3万，功劳太小，能力太小，我处理不了这些事。就这样，我的虾要产崽了，挂了。小顾，你别挂。挂断电话，忙到天黑回了堂家，却发现大伯带着堂哥一脸愁容的坐在我家，神色不复之前的嚣张。堂哥神气的脸上也挂满了黑眼圈，看来这半月失眠的厉害。他们见到我回来，连忙起身。小顾，我看都没看他们一眼，对我爸喊道：“爸，饭呢？我饿了。”大伯连忙接声：“小顾，好侄子，大伯在酒楼专门给你订了一桌饭菜，就等你回来接你去呢。”堂哥低头死死攥着手心，没有说话。我平静看了他们一眼，拿起桌上的馒头咬了一口，笑道：“我还是不去了吧。要是吃完饭结账1万块，你们又要我出3000块怎么办？我只会赶鸟，可还不起。”大伯脸色黑到极致，突然握拳，开始打骂堂哥：“你这个不孝子！当初就跟你说了，那片荒地能治好，都是小顾的功劳。你非要把功劳揽在自己的身上。”说小顾就是赶鸟的，现在出了问题，人家不帮你了不是？堂哥死死咬牙，被打得浑身青肿一片，也不吭声。大伯则是边打边看我眼神，见我面无表情，反而越发用力。最后是我爸看不下去，怒喝一声：“哥，够了！”他们停手，看向我父亲。我爸看了我一眼，转头看向他们，冷冷说道：“哥，小顾有没有这个能力帮你们，我不知道，但我只知道，你们先前赚了300万，只分给小顾3万时。”我儿子那委屈的表情。大伯张了张嘴，试图说什么，可什么都没说出口。堂哥始终不敢抬起头直视。我爸继续说道：“3年前，小顾就在那帮他堂哥做事，大家伙是约定好了，他种水稻，管水质，平日也多照顾稻田。前2年没挣钱的时候，小顾也没说偷藏一点，把自己所有利润都给了他堂哥买虾苗，想着从头再来，不怕苦不怕累。怎么如今赚了钱？”就只分给我儿子3万，你们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大伯哑口无言，堂哥不服的小声蛐蛐：“那我还借了他7万不是？”小顾早就跟我说了，这7万还是他妈要治病，他要结婚你才掏的，还是借给他。他堂哥，我问你，你婶婶平时对你不好吗？你们家没起来钱，我们家没有救济你们吗？我们有说什么别的？这是你只分我儿子3万的理由吗？眼看我爸越来越生气，大伯和堂哥灰溜溜走了。接下来几天，又有无数村民听到我被收下的商人抢着买的消息，纷纷说和我合作，让我去他们的田投放虾苗，搞合作。我认真分析他们的地址和细微的温差，有的田放鱼，有的放蟹，但每一种都长得鲜活，卖相极好。堂哥时常站在他的臭水沟前，满脸愁容。这别家好了稻谷，又好了收成，全都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。他脸色越来越难看。终于，当秋季虾大丰收，那些曾巴结他多分点虾的供应商跑到我面前抢着收虾时，他崩溃大叫，不断拍地怒吼。可他的动静只惹来和他签下合同大公司的追责。那些大公司在他的虾田里打捞出一网臭虾时，表情难看到了极点，冷冷地对瘫坐在地上的堂哥说道：“3天时间，没有达标的重量，没有合格的虾，违约金按10倍赔。”堂哥脸色瞬间惨白。他求爹爹告奶奶，才让人家勉强收下那点质量良莠不齐的虾。到手利润一算，3万块，几百万的本钱投进去，如今就回了3万块。堂哥彻底傻了眼。而我的虾价格在虾商的哄抢下，炒出了历史新高。这一季的利润加上村民合作的分成，高达180万。当那串沉甸甸的数字出现在我的银行卡上，我的心格外安宁。这不是钱，是父母的健康，是女友的婚礼。回家第一件事，我就是将银行卡放在桌上，在他们揣测不安的目光中，缓缓开口。妈、爸、小芳，利润180万，没有堂哥赚的那么多，但全都是我的。父亲红了眼，死死握紧拳头，连道3声好。母亲欣慰的笑：“我的儿吃苦了，也有本事了。今年能娶我吗？”能。我重重点头：“一定能。年底我买辆小车，给叔叔阿姨买点礼品，我们去你家提亲。”风风光光领你进门。小芳喜极而泣，爸妈笑着逗她：“小芳，马上就不能叫我们叔叔阿姨了，得改口叫爸妈了。”小芳躲在我怀里，羞红了脸。第2天我就去提了新车，没像堂哥提了奔驰，只提了辆代步的车，载着母亲来到了当地医院，为她缴了手术费。母亲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谢谢我的儿子，妈终于能不疼了。”我转身走出病房，掩饰差点落泪的眼，耳边却突然传来一阵争吵。我说了，我爸腰疼，疼的都不能睡觉。你们医生没有良心吗？我们没钱就不能赊账做手术？转头看去，堂哥推着坐轮椅的大伯正在医院里和医生争吵。前些日子听说他们赔得很惨，对方公司见他们拿不出钱，要起诉他们，连房子都要赔进去。大伯一气之下没站稳，从楼梯摔下，摔坏了腰。我收起烟，默默走了过去，对医生问道：“手术费
多少钱？医生一愣，惊讶问我：“您是？”堂哥和大伯沉默地看着我，我摆摆手说道：“差他们点钱，我可以帮他们出手术费，不然腰废了，一辈子都要坐轮椅了。”医生点了点头，露出解救的目光。10万块，马上可以安排手术。我点了点头，转身就去刷了卡，给大伯安排了病房。堂哥死死地瞪着我，可显得你了是吧？现在有钱了，就会在我面前嘚瑟了。可他才刚喊出声，就被一脸怒容的大伯一拳头敲下。你给我闭嘴！小顾多善良，多聪明，像你这么居心叵测吗？给小顾道歉！堂哥别扭着头，死活不低头。我摇摇头，淡淡道：“借你7万，手术费10万，算我还清了。我给大伯的账户多充了5000。算康复费。我走后，堂哥发疯似的一拳又一拳的捶墙，像是宣泄对我的怒，更像是诉说自己的无能。母亲手术简单，但就是费用昂贵，活生生折磨了母亲多年。如今终于摘掉病根，母亲脸上的笑容更甚，在病房里一直和我畅想着未来生活的美好。母亲没多久出院，我带着小芳开始挑选年底上门的礼品。大街小巷的人看见我，都主动打个招呼，笑道：“小顾，你那故事虾可打出名头了，城里人都抢着买，抢着吃。”我笑着一一回应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却有人追上我，气喘吁吁的：“小顾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你赶紧去你田那边看看，你堂哥举报你使用了非法化学试剂，现在有关部门正在检查你的田。”我脸色一沉，连忙开车赶去。没到地方，就听见堂哥站在那对检查人员振振有词：“这地方之前就是个垃圾场，他顾天居然能将它改造成农田，有这么简单吗？还有哪些虾，一个个长得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虾。”那简直就是基因突变！你们一定要好好检查，他地里的东西一定不干净。我心里涌出怒火，我的地里正在做清收准备，正是关键时期，破坏了这个时候，明年播种等一切活都要延迟。而我也签了不少合同，如果没有按时间交付，下一个赔钱的就是我。对上堂哥阴沉的脸，我瞬间明白他是故意的。检查人员相互点了点头，就准备对我的地进行检测，我连忙阻止：“都慢着！我可以提供我改造土地的试剂供检测。现在是我耕地的恢复期，你们随意检测会破坏我的农业活动。”对方皱眉，正准备说话时，堂哥突然跳了出来：“他在放屁！检查一下土地怎么就破坏耕地了？他就是心里有鬼！”检查人员也是若有所思，点了点头：“抱歉，如果您不能提供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，来说明您的土地没有问题，我们依然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勘探。”堂哥在那阴恻恻笑了起来，村民都面面相觑，皱眉道：“领导们。小顾这孩子，我们知道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这检查放其他时候行不行？非得今天吗？抱歉，工作职责所在。”就在堂哥冷笑，我皱眉却毫无办法之际，一辆黑车缓缓驶入田地旁的街上，走出来几个西装革履的人。除了人群中的导师，其余我一个不认识，但那些检查人员却震惊大叫：“王科长，黄博士！您怎么不在省城待着，到这里来了？”但那群满脸威严的人没有搭理他们，而是在我导师的带领下走到我面前，对我伸手：“小顾同志，这样称呼没错吧？您就叫我小顾就行。”哈哈，你种的生态稻可出了名，我都听到了它的名声。我们已经看了它的数据，清理水质，提供生态，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成果。我们联合农业大学，也就是你的导师，专门在大学里为你成立了一个研究院。我们希望你能接下普氏象生态种植，继续加油，在各个贫困山区提供稳定的经济作物。所有人惊掉了下巴。我大感荣幸，被祖国的认可是所有人心中的荣光。说完，他指着那些检查人员说道：“你们在这是干什么？”他们一时之间全部成了哑巴。堂哥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好像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，眼里升起不可置信和浓浓的悔。他们和我导师还有要事要商量，一起离开后，堂哥突然在我面前沉默了。他张嘴试图说什么，可我只是冷喝他：“离我的田远点！”我要进研究院的消息很快全村皆知，最忙的不是我，而是我爸。他天天都能接到来自各地的电话，以及犄角疙瘩亲戚的问候，开口不是问过的怎么样，而是问我要进研究院的消息是否属实，对我的婚配情况多番打听，甚至有当面带人来我家相亲。把小芳气到屋里，关着门好几天没理我，我实在受不了，带着小芳捆着礼品提前去她家上门。再次站在小芳家的门前，我心情有些紧张。小芳抿着嘴替我整理好衣袖，我们一起敲门。开门的她母亲见到我们，脸色瞬间有一丝难堪。你们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我没出声，而是看着屋内的景象，皱了皱眉头。屋内坐着和我一般年纪的青年，西装革履，金丝眼镜，看上去意气风发。旁边坐着的媒婆还在夸夸而谈：“小黄这人不错的，工作稳定，在农业大学的研究所工作，一年薪水好几十万，从小就对你们家丫头情有独钟。你说你们那丫头跟一个农村的混小子，不
不清不白的在一起3年，那不是纯耽误人吗？我可是听说了，他和他堂哥合伙搞养殖，是说的好听，实则赚钱的是人家，他就是一个看瞎的，3年就赚了3万。 这不就是废物吗？直到他母亲假意咳嗽一声，他们这才看我和小芳出现在门口。媒婆闭了嘴，但眼里十分鄙夷，而那个被称为小黄的青年，则是看都没看我一眼，伸手就来拉小芳。小芳怒喝：“黄丽，你给我滚！”我脸色也不太好看。他母亲主动开口解释：“小顾啊，我和小芳的爸爸没有这个意思，是这个姓黄的青年突然闯进来的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暂时接受这个解释。我和他对视，他突然笑道：“顾天是吧？你和小芳分手吧。小芳跟你只会吃苦。” 而跟我不一样，我调任到农业大学新成立的农业研究部，你知道里面的成果多吓人吗？只要成功，我将会青史留名。而你，一个养虾都养不明白的农民，一辈子只能刨土找饭吃。小顾才是我男人，我就愿意跟他。你再有钱，我也不要你。小芳，你没见过好生活，所以你才觉得穷人好。尝尝这盒市面一盒难求的顾氏虾。 听说这可是我们新农业研究部部长的研究成果，可好吃了。小芳突然不生气了，面色怪异的看着我。她母亲和父亲怒喝：“小顾，你别在意，叔叔阿姨这就赶走他。”黄丽，今天是我女婿上门的日子，你给我出去！但我却伸手拦住了他们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身份牌，对黄丽笑道：“你说的研究所是不是这个？”黄丽一愣，从我手中接过身份牌，看着上面轻飘飘的“部长”2个字，再看看下面顾天的名字，他突然结巴：“你是新上任的部长？”他惊呼出声，在整个屋里的人都镇住，只有小芳哼了2声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下个月报道，记得来我办公室写份检讨。”黄丽呆若木鸡，一脸惨白的离开。媒婆也吓呆住了，半晌不敢动，不可置信的问道：“你不就是个养虾的？养虾的怎么了？养虾的就不能做科研吗？养虾就要被你们看不起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市面上最火的虾。” 就是小顾的。媒婆悻悻而归，连声道歉。小芳将这3年，特别是最近1年发生的事告诉她的父母。岳父和岳母的眼神瞬间从平静变成震惊，最后变成惊喜，非拉着我多喝了2杯，郑重地将小芳的手交到了我的手里。1年后，婚礼那天，小芳穿着婚纱，美得不可方物。附近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庆贺。这1年，又有许多人听了我的事迹，不远千里和我合作。我创办了公司，建立了正规的产业链，村民们也都纷纷获利，日子越过越好。只有大伯一家，他和堂哥整天坐屋前，看着谁家换了新车，谁家盖了新楼。只有他们家一直原封不动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想去和别人合作，可在听说坑过我，全部都转身拒绝。堂哥曾来和我道过歉，说他做错了，当时不该只给我3万，应该多给我点。我没有接受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。他举报我修整农田使用非法试剂的嘴脸，我依旧记得。后来他们实在是没脸在村里待，走哪里都被戳几两。他们选择默默搬走。和小芳结婚后，我没有闲着，一头扎进研究所，试图研究出能造福更多人的生态道。日子虽然苦，但是充实有干劲。小芳会在家给我准备饭菜，听我说最近的难关。父母则是偶尔会过来催催生，唠叨过往。如今生活变好了，两老的乐趣也多了不少，经常全国各地的旅游。我有时找他们都找不到人。终于在某个平静的清晨，看着终于成功在各个土壤条件存活的生态道，我的研究成了。这项成果很快响彻全国，大家纷纷购买我生态道的种，哪怕不是为了做稻田虾等复合生态，光它的高存活和改变环境的功效就造福不少。因为这项成果，我被评为杰出青年，登上了新闻头条。生态道火了，我的故事虾更火了，有时候都被炒上天价，上门求购求合作的踏破房门。我越来越忙，索性将这一切丢给职业经理人打理，自己则是陪着老婆全国各地的玩。钱从来都不需要太多，够用就好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在某一处海边旅游时，会看见大伯和堂哥。如今的他们，大伯断了腿，坐在地上乞讨。堂哥则是衣不蔽体，浑身肮脏，散发着一股恶臭，路过人都离他们老远。这和当初他开着奔驰，西装革履的丢给我3万块的样子，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。他们也看见了我，不知道是不是生活的苦难磨砺了他们，两人都红了眼，没有靠近，而是远远对我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原谅我们。我带着小芳转身离开，直到回到车上，小芳才问道：“刚才是？”我点了点头。堂哥和大伯，他们看起来蛮惨的。你什么想法？我牵起他的手，让司机开车前往下一个幸福目的地。我的回答飘散在空中，在美好的夕阳下，和我身下的车一起消失在地平线上。